很多人高估了美国在关税战中的博弈筹码，认为老美占据了全球消费市场的 30%， 所以就能为所欲为。中国如果不认怂，外贸就要死，东南沿海的无数工厂就要倒闭，甚至引发经济危机。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其实经不起推敲。美国确实占据了全球消费市场的 30%， 但你知道吗？美国的消费市场 69% 都是服务型消费，只有 31% 是商品消费。服务型消费绝大部分属于本土买卖，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，比如健康护理、金融保险、文化娱乐、住房服务等等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人用来要挟全世界的消费份额只有 30% 中的 31%， 也就是 9.3%， 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 30%。 大家想想，美国人口 3.3 亿，占全球总人口的 4%， 凭什么消费市场占全球的 30%？ 因为美国经济是虚胖的，是依靠高昂的人工成本撑起来的。去掉以人工成本为主的消费服务，货物消费占全球 9.3%， 根本没到能让特朗普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程度。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中国占据了全球消费市场的 13%， 其中 46% 是服务消费， 54% 是商品消费， 13%乘以 54% 等于 7%， 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消费规模是美国的 75%， 差距确实存在，但完全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中国有14亿人口，虽然这20年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，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，但对中高档次商品的消费需求依然远远没有被满足，提升空间巨大。但作为发达国家，美国却完全不一样。最好的说明就是汽车人均保有量，2024年中国是 0.25 辆，美国是 0.84 辆，之间相差了 3.4 倍。而20年前，大家猜猜这个数据是多少？中国只有可怜的 0.02 辆，美国是 0.82 辆。过去20年中国翻了10多倍，而美国基本没有提升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现在中国的商品消费市场虽然只有美国的 75%， 但中国增长潜力巨大，很有可能10年20年后，双方的商品消费就完全拉平了。很多人预测，这轮关税战，美国会让其他国家一起加高对中国的关税，防止中国通过转口贸易出口到美国。说白了，美国会让其他国家2选1，选美国就不能选中国。这种围堵中国的策略，美国肯定是想做的，但有多少国家会完全执行呢？不可能的。就是因为中国的商品消费市场也占到了全球的 7%， 你美国不过才占到了 9.3%， 凭什么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孤立中国呢？而且中国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，有多少大国敢说永远不和中国做生意呢？还有一点也很关键，大家要知道，以上说的所有消费都是居民消费，但如果要论企业端的消费，比如钢材、机床、芯片等等，这些市场中国可是妥妥的世界第一。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要素市场，就算你美国为了杀敌1000自损800，那欧洲呢？日韩呢？真的都不想把高端货卖给中国吗？关键不卖给中国，你卖给谁呢？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大买家。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的 35%， 占比第2到第10的国家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中国产值高。而且上一轮科技战已经证明了，一旦市场空缺，中国自主品牌就会崛起，填补国内空白。所以对于一家大型跨国集团来说，如果你是一家 2C 的终端消费企业，失去中国市场有可能还能活，毕竟美国市场更大。但如果你是一家 2B 的供应链企业，失去中国市场可真就离死不远了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我并不是在说中国赢麻了，大家不要误解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一次美国挑起贸易战，胜算并没有那么高。确实中国很疼，但美国也一样很痛。而且还有一个事实大家要知道，每年中国对美国不是有5000亿美元的出口吗？手机、电脑、通讯设备等等。其实这5000亿美元中有3000亿美元是美国在中国生产的合资品，比如苹果、特斯拉、戴尔，还有很多产业链上的半成品。真正中国自己的商品或者自主品牌输出给美国的连 50% 都占不到。所以大家想想，美国将对华关税提高到 100% 以上，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自残。有人会说，美国政府这是逼着苹果这些公司撤资回到美国本土，这就是所谓的让制造业回流，或者让他们去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。不管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，还是转去越南、印度等地，都只是美好的幻想。
现实中根本实现不了。如果能实现，苹果几年前就全部转移走了。中美贸易战又不是现在才开打，这个道理就和全世界都苦美元霸权久矣一样。为什么到现在美元还是世界唯一的中心货币呢？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美元已经形成了网络效应。网络效应也被称为网络外部性，其核心的逻辑是用户数量的增长会形成正反馈循环，推动产品或服务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。美国的美元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效应，只要它俩还存在，全世界就很难出现第二个世界货币以及第二个产业链大国，因为全世界只要选择它俩就行了，选择它俩一定成本最低，选择美元的交易成本最低，选择中国产业链的生产成本最低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在国家利益面前，这点生产成本不算什么。美国现在动用国家力量发动关税战，只要坚持下去，苹果这些公司就必须撤离中国。这种想法只能说太幼稚了。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没有？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。你认为在美国真的有所谓的国家利益吗？这些只是政治家忽悠普通老百姓的说辞而已。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美国文化，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允许个人持枪，就全明白了。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，不管总统做什么，一定都会有反对的声音，因为只要和自己的利益有冲突，美国人就会反对。比如美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其中出口额最大的就是大豆，2024年出口245亿美元，其中一半多一点都是中国消化掉的。现在中美基本脱钩了，中国可以找其他国家替代，但美国这100多亿的大豆卖给谁呢？这些农场主是不是要找特朗普算账？其实这些年由于中美贸易战，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货值一直在降低。2022年中国进口了179亿美元，2023年152亿美元，2024年128亿，缺口主要是巴西大豆填补上了。而美国那边呢，只要中国不买，就很难卖出去。2022年美国大豆出口344亿美元，2023年279亿，2024年245亿，一直在减少。说了这么多，我的意思是，美国内部绝不可能拧成一股绳，牺牲短期利益对付中国。很多人喜欢用国人的思维去考虑美国人，确实反华是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，但这种共识更多的是存在于舆论环境中，说白了就是打嘴炮。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上，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。最后还有一种极端观点，认为把美国逼急了，他们会冻结中国在美资产，比如可以先从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债开始。说实话，这一招确实够狠。虽然美国政府一向不要脸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但这种破坏资本主义契约精神底线的行为，我个人认为他们不敢。关税多少，说白了是买卖双方可以自由制定的。美国现在只是单方面破坏了现有规则而已。如果中国武统弯弯，美国可能这么干，但现在中国啥事都没干，只是因为双方互加关税，你就冻结在美资产，那其他国家还敢持有美债吗？摩根大通创始人100年前说过一句话，只有黄金是钱，其他一切都是信用，简直是这个时代的至理名言。如果美国政府能干出冻结中国美债这种事情，全世界肯定会掀起美债的抛售狂潮，世界只能走向一种结局，热战爆发。试问谁能承受得起呢？